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早安练健康，我是何玉。今天我们终于要带大家来打羽球啦！打羽球不仅能够锻炼心肺，还能增进平衡感跟反应力，预防肌少症哦。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非常的适合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欢迎安东教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东教练。教练，我想问一下，大家打羽球，你觉得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？最常犯的错误啊，基本上就是姿势不对，用力过多。基本上大家一看到球就会觉得说，羽球很简单，然后就会想要一直用力。在教我们打球之前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热身？那其实，在上场之前，你一定要做一些基本的暖身，就是一些什么世界上最好的拉伸啊，然后脚步的拉伸。那如果是上到球场上以后呢，那我们基本上会从平球开始。但是教练，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，我还不会平球怎么办？平球是所有球类里面最简单的球种，新手也可以尝试的。也可以，就是它是一个用小臂发力的这个动作。我们在做平球热身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热身的程度会不够，所以其实你就轻微的打几下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做一切一挑。然后一切一挑的时候呢，你们两个人要带上你的脚步的移动，因为如果你只是站着一直切，跟一直在做手部动作啊，其实你也很难把你的身体的温度提高，真的暖身起来。那大概都要热身多久才会开始上场打球？其实我是建议是10分钟以上，但是你也知道打球可能时间有限。对，那个团主就马上就叫你说要开始了，然后你的上场前的暖身就要先做足，在场下可以先跑一些脚步啊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的来上手羽球，所以我们会简单的教大家，我们如果要把球打远，到底该怎么打才是对的，才不会说导致说手臂受伤。没有问题，马上开始。第一个场上的热身项目就是平球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球是平的，不需要特地的往下压太多，然后两个人先能够来回打起来就好。那你的力量就是因为你在热身嘛，就是6分力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。那这个在打的时候，不仅是在热身，你也是在去适应今天网子的高度啊。当然，网子高度是永远都一样的，可是你每天相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也会尽可能的去找网带的高度去练习，对，然后球是打给你的对手，不是要让他打不到。那何玉，你刚刚就是你实在是很用力，其实热身可以不用那么用力，就是找一点感觉就好。对，有没有好像打得比较好一点？然后我们就是像这个时候有一个反拍，然后或者是反拍宽正拍的转换。这边是正拍，那第二阶段比较进阶一点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攻一守的平球。那比如说由我先防守，何玉可以稍微往前站一步，然后防守人退后一步。我们这边就是防守人，他就是做腰部，然后以反拍的防守为主。那比如说我们就打个30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交换。交换以后由我来做进攻，然后另外一个人何玉就是用反拍的防守。是在防守，对，哦，再尽量控制平一点。那我们下一个热身的项目，通常我们可以选择长球或者是一切一挑。那记得我们在切球的时候，结合高远球的动作，然后你的脚步要动起来，你才能够真正达到热身。我们开始，我们在做切球的时候，我的动作是高远球的动作。并且我会结合脚步的移动，好，我绝对不会这样站着，然后只是手在动而已。好，要这样手在动而已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很难达到热身的效果。哦，虽然你是有练到手感的，我们一定要结合脚步啊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热身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包容度要高一点。他如果界外了，就把它打回来，因为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可以热身到嘛。时间有限，所以你感觉差不多了，有热开了，记得就要换你的搭档热身了，换他切，我挑。那一样，我们挑球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只是热身手而已，你脚要一起动。所以挑完以后，你回到中间，挑完以后你退一点，再他出手以后，你再前进。好，我这边的话，我们在做挑球热身的时候，一定要结合你的脚步。好。前进挑球，它要做一点退后，对，
好，然后第3个热身就是我们的高远球热身啦。其实你在打的时候，其实6分力，那球没有到底线也没有关系，先打个10到20颗以后，你再慢慢的增加力道。好，一样哦。我们的高远球打完，结合一点脚步的带动。好，你看我在打的时候，我也是只有7分力。对，球没有到底线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脚打完以后往中间走，好，往前走一点。最后一个部分，我们通常会做小球的热身。那这个其实主要是在找球感，那在找网子的高度。那如果你是比较进阶的，其实这个环节长球过后，你可以加一个杀球，一杀一挑。那当然，杀球请你用小力一点，是以热身的目的来做练习。那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小球，实力好的人要记得控球控好一点，先让双方都可以热身是重点。对。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在热身小时候，我会顺便练一下打双打要用的发球。对，先打过就好。对，好，这样子大约10分钟后，你就可以开始比赛啦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热身完毕了。那教练，如果我们要开始打羽球的话，最一开始要先打高远球吗？高远球是所有后场球的一个基础，比如说吊球、杀球，那都是从高远球的动作去做一个延伸。从最新手开始，最常犯的高远球打的错误是什么？通常就是他不会运用身体，比如说怎么转身，转身的时机点不会用。那比如说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的，大家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打球以后他会小臂紧绷。你的高远球你没有运用到全身的带动，那当然你用哪里的力量，那哪里的就会紧绷。对，有可能是肩膀，有可能是手肘，有可能是小臂。那教练可以教我们先怎么样练习架拍吗？最基础的一个高远球的动作就是分成3步骤。一开始我们是把球拍先预备，其实预备其实是蛮重要的。比如说这就不是预备，预备的位置是让你可以对来球有更快的一个反应时间，所以通常我们会放在肩膀前面的位置。然后第一步骤就是所谓的架拍，就是一个手往后拉，然后形成侧身的动作。好，像这样子1，然后2是击球，2，再一次1、2、3的时候，我就会顺势的把右脚带出去。我好像挥的时候脚不会跟着动哎。对，我们是要有下肢带动上肢，有这个髋的力量推出去带动才会省力。这个是协调性的问题吗？要怎么让它一起动？协调性是会有影响，但是如果你反复的练习是可以改善的。回到刚刚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刚刚是挥拍的3步骤嘛，那其实在2到3的步骤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。所以首先在1的时候是架拍，我们这个手肘不能太低。拍面会尽可能的正面朝前，尽可能就好。就是如果稍微朝外，那无所谓，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。然后左手会放松，轻微的举起。那这个左手的作用在于让我的身体在带动的时候比较好平衡，然后其实同时也是给你一个对球点的标定瞄准。很多人会讲瞄准哦，所以不是吗？对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瞄准，因为这个瞄准会导致你的右肘下降很多。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要说好要这样子扩胸做一个平衡？那你如果举起来，你的这个就抬不高了。我会比较喜欢是一个大概6、7成左右的一个伸展。那你的击球点在哪里？击球点在左手上面的位置，这个是我的击球点，我就会抓。我等一下要在这个位置打到球，那我是不是在大概比这个击球点在上面半支球拍的位置，我就要开始挥拍？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调整你的击球点。那教练，我们都知道说要侧身，可是侧身到底要侧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对的？侧身其实它是可以帮助你的力道，可是当你侧过多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的转体时间变长，其实会影响到你的出手的迅速跟敏捷这样子。所以侧身其实180甚至到120就可以了，绝对不要超过180。然后如果假如说有一些被动球或是时间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一个120就好，就只是把右肘往后一带，然后左手这样打开来就可以了。那教练，我们可以来完整的动作示范给大家看吗？可以，要搭配球吗？好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高远球的示范动作啦。那这个动作是我最喜欢的，也是结合我15年的教学经验给你们最好的。第一个架拍，
第二个，我的方式是透过径轴带动球拍，手肘向前带动以后，球拍会自然而然的往后倒，自然而然的形成引拍，不是掉下来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我的手肘进得越快，手腕这边，啪，它的球拍的反作用力会越强，所以我会喜欢用这个方式所形成的一个拉力，然后把手腕弹出去击球。初学者听得懂吗？但是这个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省力，而且非常好用的一个发力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我们的高远球示范。好，架拍，竞走手腕，架拍，竞走手腕，架拍，竞走手腕。刚刚这就是我们高远球的一个示范啊，你刚刚感觉起来如何？我刚刚感觉得出来，就是我的手跟脚没有合为一，就是我的手挥出去了，但是我的脚也没有跨前面，所以导致说我每一次打完高远球的时候都不会往前移动。像你刚刚的脚，你的右脚就没有出去嘛，那这个会导致你没有使用下肢力量。再来第二个就是你的下一球的衔接会变慢，毕竟我们打完球，我们是要往中靠近，就是所谓的回中靠近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打完你是不是还要再多一个步骤去把右脚往前，然后再往前走呢？对，那其实就会少了这个东西。那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自己练这样子的感觉？第一个是定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做推髋的动作。好，你现在右脚先不要出去，然后你做一次原地的挥拍，我看一下。再做一次。好，你有看到他的脚尖是朝向左前方的，它不是朝向前面。那这样子会导致他的左胯其实没办法后退，所以他的身体是没办法转正的。你试试看，这样子，因为预备，然后我要往前挥的时候，我的脚尖是要朝向前面，对，那你身体才有办法转出来啊。然后转正，然后再丢球。对，我们先侧身，所以我们这样脚尖是朝侧面的，然后我们脚跟可以抬起来，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，等一下转动的时候比较顺畅。然后重心从后脚，我转换到前脚。这个时候我的脚尖就朝前了，然后身体也是正面的。这个情况下，你的手再开始用力。那你刚刚的情况就是都是你的身体其实没有转完，你的手就开始用力。所以我其实应该是要是转完了之后，我的手才挥出去。对，转完了之后，接近这个击球点以后，我的手才用力。你今天赚到了。真的，我相信这个观念，何玉再回去试个2个月之后，绝对会变成一个高手。2个月后见。好，2个月后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教练教我们怎么样打高远球，怎么样发力，然后还有怎么样架拍，以及前面热身的动作，大家可以回去练习看看哦。下一集请持续锁定我们频道，我们会教大家如何挑球，才能够把球挑得更远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喜欢早安健康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要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。